新爆料疯传，习近平竟被指亲自安排薄熙来出狱，两人在极机密情况下完成会面。就在传闻爆出同时，薄瓜瓜突然高调开麦，替母亲谷开来洗白，声称他当代窦娥，整场红色宫斗的大戏就此开场。这是偶然还是早有布局？是一场联手翻盘，还是权斗末路的互踩苟合？红墙裂痕下，一场新的斗争循环或许已经开始。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邵峰。著名时评人李牧阳收到内部爆料，薄熙来已被习近平派人从狱中带走，并且薄已经与习见了面。这个爆料会是真的吗？有可能。现在习近平已经立于危墙之下，墙倒众人推嘛。党内各派势力早都磨刀霍霍了，而薄熙来虽然人在秦城，外面还是保留了一路人马的。当年他一手打造的毛左铁粉军团，现在看来和习近平那是完全志同道合的。习早就想加入他们也说不定，因为他一直在向左猛打方向盘，一直在给出明确的信号：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薄熙来当年唱红打黑，党的接班人习近平可是专门跑去重庆为薄站过台唱过赞歌的。薄熙来唱红打黑，习近平扫黑除恶，怎么看都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以网上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薄熙来是没有上台的习近平，而习近平是上了台的薄熙来。可见这哥俩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那是难分伯仲。薄熙来曾让重庆整座山城一片红，习近平确实是技高一筹，成功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虽然薄熙来和习近平曾在刀光剑影下争夺过王位，但现在形势逼人啊！右派元老们是习近平的头号敌人，而当年力推薄熙来倒台的是温家宝，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现在可好，这两个红二代的难兄难弟是要联手反攻，还是要联手加速走向灭亡？其实去年年底薄瓜瓜就已经表过态了，我家和习家一点仇都没有，我爸从来没想和习总争位子，这些年你们脑补太多了，别瞎猜，别乱带节奏。他在 X 平台账号这样写道：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薄熙来从未妄想与其争锋，并早表态会全力协助。我父母入狱也与他无关，但不断有人挑拨离间，还有那些不知情的人自告奋勇，瞎揣摩上级心思。薄瓜瓜试图强调老爸不是政治野心家，更不是攻心计型的男主角，但薄熙来为人跋扈又桀骜不驯，早有党内争雄之心，路人皆知啊。据说他于2006年一度对其他太子党放出一句狠话：18大不进常委就进监狱。当时志在必得，没想到几年之后不幸言中。当然还是人民群众给他哥俩总结得很到位：今日红歌震山吼，明天押送菜市口。18大老爷都在打群架，输了去休假，赢了当老大。不过这回母亲节，薄瓜瓜再次高调发声：我的妈妈当代窦娥。除了薄习联盟，不排除薄家挥舞着毛左的旗帜，也加入了反习的大军，重新加入政局的可能性。毕竟薄瓜瓜也是未来储君的后备人选之一，天下都差一点成他们家的了。薄家想卷土重来，流亡太子在做最后的登陆准备，所以才会跳出来热热身，试试水。母亲节来临，大家都在晒妈妈做的菜、写的毛笔字和跳的广场舞，
而博呱呱晒出一篇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直接开场就这样写道：我的妈妈当代窦娥，身躯羸弱，却心志如钢，继承爷爷们文革坐牢的铮铮气魄，不愧为女中豪杰。这大型翻车现场引来不少围观群众，因为十分不服气，纷纷翻出谷开来犯下罪行的黑历史。如果谷开来不是杀了英国人，不是王立军留了心眼，留了证据，不是王立军夜奔美领馆，恐怕共产党还会继续包庇他。谁都冤，就你妈绝对不冤。有空去查查你爸的小妾张伟杰，那个怀孕到足月即将临盆还被做成人体标本的大连女主持。博呱呱一听急了，那些指责我妈妈杀人的网民，请先找找证据，当人们会客观独立思考，才能不辜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有网友也跟着急了，呱，如果有人伤害了海武德并嫁祸给你的妈妈，你应该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并发声，而不是让围观者去搜寻你的妈妈没有犯罪的证据。先说英国商人海武德，他与博家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他曾是博呱呱的英语老师，帮助其留学英国，还是博家在海外资产的代持人之一。但是后来谷开来开始对这个海武德不放心了，想收回他代持的资产，可海武德狮子大开口，要了天价的补偿金，还威胁要去揭发博家。因为这个海武德知道太多博家的秘密了，所以谷开来最后还是决定要永远封住他的口。谷开来在法庭的证词中说，2011年11月14日中午，王立军到他的住处，他详细告诉了王前一天晚上见海武德的过程。王立军让他不要再去想这件事，说这件事今后就与你无关了。于是公安火速破案了，海武德被认定为酒后猝死。海武德火化后，王立军打电话告诉谷开来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然而谷开来自海武德身亡后变得成天疑神疑鬼，总觉得王立军会出卖他，谷王二人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根据后来的公开庭审记录，2012年1月28日晚，王立军真的向薄熙来告谷开来的状，说有人检举他谋害了海武德。薄熙来当然还是选择站老婆一边。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把王立军臭骂了一顿。王立军在法庭上指证薄熙来时说，我记得大约3分钟之内没谈任何事情，就是骂得差不多了，走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必须把此话收回去，谁是杀人犯？他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是杀人犯吗？王立军左手捂着耳朵说，他后来一拳打过来，打到我的左耳朵，绝不是一巴掌的问题。但是薄熙来在庭审时也反驳了，他说扇王立军耳光是因为他发现了王立军与谷开来有不正常的关系。不管怎样，薄熙来的这一巴掌让王立军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要想不被灭口，就得逃到最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地盘上去。不过这个惊悚故事要是让博呱呱来讲述的话，版本是这样的。原本王立军是以英雄远景姿态出现，薄熙来重用他，本以为是铁面无私，敢于跟黑势力拼，然而一路提拔后，他却权欲熏心，打黑成为黑打，滥用职权，目中无人。当薄熙来察觉后，开始疏远，但为时已晚。王立军对谷开来下药，令他长期卧床不起，足不出户。呵呵，看来博呱呱的爹妈最大的罪行就是遇人不淑，用人不当了。这一切都是王立军惹的祸，害惨他们全家了。王立军才是那个真正的大反派，好吗？
薄瓜瓜去年在台湾大婚，他自比离不开妈妈的妈宝，这回独自完成了终身大事。一段在网络流传的婚宴致辞影片中，薄瓜瓜从家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起，称其从小就了解家为小义，国为大义，国家为重，胸怀大义的道理。薄瓜瓜还替父母喊冤，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薄瓜瓜婚礼上这场政治与感情混搭的大戏，真是让人一边感慨一边皱眉。这位曾经玩世不恭、情史丰富的著名花花公子，在海外派对上搂着年轻女孩的照片广为流传，希望他这一次是找到真爱，浪子回头。他从英国的哈罗和牛津读到美国的哈佛和哥大，名校一条龙，在纽约还当上了律师，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纨绔子弟的队伍。但他在婚礼上突然深情缅怀父母，忍辱负重为人民，不知道是人生大事触动了他的情感开关，还只是一场精致的情绪包装，让流亡贵公子看起来更像忠孝仁义的太子党代表。中共历来内斗残酷，薄瓜瓜在台湾的一举一动，说什么做什么，北京各方势力可能都会留意。薄瓜瓜的一次次的亮相，是家族淘汰赛中落败一方的哀鸣，还是红色复仇剧的预告片，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但他的洗地恐怕是苍白无力的。另外，薄瓜瓜口中的家国情怀，您也别太当真，薄家不过是靠着红色背景起家的政治家族，如果家风真若如此清廉高尚，后来怎么会扯出海伍德命案、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等那么多狗血剧情？薄瓜瓜虽然打出了孝子牌，却总让人想起他爹可是个狠儿子。作家杨光在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刘少奇叛徒罪是这样被认定的一书中写道，薄一波曾在1983年对杨秉成说，文化大革命中捡了条命，连我儿子小西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3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而且花花公子可能也有遗传的因素，从官至中共副总理的爷爷薄一波到父亲薄熙来，都有宠妾灭妻的历史。其母谷开来也是小三上位，赶走正妻后才有了薄瓜瓜。薄熙来落马之时，被揭露有170多个情妇，其中包括知名影星、歌星、主持人以及模特等。有报道说，在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中，这些女子都是有名有姓，记录在案。不过这些烂事估计薄瓜瓜就不感兴趣了。从红色豪门走出来的薄瓜瓜，不管是母子情深还是新婚燕尔，他上场的戏从来都不只关于家庭。在新一轮的权谋交锋中，谁又是失势的太子？薄瓜瓜背后的导演呢？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